刚开学的时候啊，是每个班级进行班级干部选举的时候，而狐狸猫的班上也不意外。但狐狸猫心里一直有个疑问：为什么不全部的职务都给同一个人当就好了？这样不就不需要花时间讨论，也能更快的去做各项决定吗？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狐狸猫好一阵子，直到最近学校准备要办校庆的时候，狐狸猫才找到原因是什么。那聪明的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试想一下，在校庆的时候，一般都会有体育竞赛，还会有园游会摆摊。那除了需要个负责掌管财务的人以外，最后还有很多很多的杂物要分工。这么多的事情要做，如果单靠一个人来管理，很容易就没办法兼顾，也没有足够的体力去做好每一件事。其实同样的概念也出现在生物体当中哦，像是之前提过的蓝绿菌、草履虫、眼虫是属于单细胞生物。顾名思义啊，单细胞生物是由单一细胞组成。仅仅这一个细胞要做的事情很多呢，它要完成代谢、生长、感应、繁殖等等生命现象。而相对于单细胞生物的就是多细胞生物。更准确一点来说，就是多个细胞组成的生物。顾名思义，这个生物体由许多细胞组成。那这些细胞彼此要分工合作，才能表现完整的生命现象。像常见的动物以及植物都是多细胞生物哦。今天狐狸猫的老师在上课的时候给了同学们下列2种生物的描述，请问哪一种描述比较可能是多细胞生物呢？ A. 细胞没有明显的分工行为，单一细胞能完成生命现象。B. 经由许多细胞的分工合作，才能表现出生命现象。因为多细胞生物有分工现象，所以还会有特定功能的器官，借此来分工合作，表现出各种生命现象。因此 B 的描述会比较接近多细胞生物的特征。既然说到了分工，我们就来看看多细胞生物体内如何分工吧。首先来看看植物体怎么分工。植物主要的分工大多会分成4个层次，从最基本的构造细胞，像是可以行光合作用的叶肉细胞，具有保护功能的表皮细胞，或是输送物质功能的细胞。这一群有同样功能的细胞排列而成的组织，像是叶肉组织、表皮组织或输导组织。而这些不同功能的组织则又进一步形成有特定功能的器官，如根、茎、叶、花、果实、种子。这些器官又可以分为生殖器官和营养器官2类。营养器官包括根、茎、叶，主要功用为吸收、运输和制造养分。生殖器官则包括花、果实、种子，主要功用是传宗接代。最后，这些不同功能的器官则组成了植物的个体。植物的器官有6个，按照其功能，又可以将它们归为2种类型的器官。想请问大家，跟养分的制造、运输和吸收有关的营养器官是下列哪一个选项呢？ A. 根、茎、叶。 B. 花、果实、种子。答案是 A。 没错，植物的器官像是根、茎、叶，是与养分的制造、运输、吸收有关的器官，我们称作营养器官。而与繁衍后代比较有关的，我们把它称为繁殖器官，像是花、果实、种子。再来到了动物的部分，它主要的分工会分为5层。同样的是由生物体基本构造细胞组成，例如血球细胞、肌肉细胞。
再来是有相同功能的细胞排列聚集而成的组织，像是血液组织及肌肉组织。而这些不同功能的组织彼此会再组成有特定功能的器官，像是胃、肝、肠、心、肺等等。具有共同功能的器官会一起组成各个器官系统，执行某种特定的生理作用，例如消化系统、循环系统、神经系统、内分泌系统、呼吸系统等等。从上面可以知道动物的分工比起植物又更多了一层。最后，这些器官系统的分工合作，则形成动物个体。而不管是动物或是植物，只要任何一部分不健全，个体都会产生或大或小的病症，甚至死亡。所以虽然它们看似彼此分工，但都是彼此的命运共同体呢。看完了整个影片，是不是觉得功力大增呢？那让我们简单的来测试一下你的观念是不是整合成功了哦。请问以下选项何者正确？ A. 单细胞生物没有完整的生命现象。 B. 动物与植物的生物体组成都只有4个组成层次。 C. 植物的花、果实、种子统称为植物的生殖器官。 D. 即便有个器官衰竭了，因为分工的关系，个体生命不会有影响。答案是 C。在这堂课结束以前，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重点吧。1. 单细胞生物是由单一细胞组成，就能表现生命现象。多细胞生物由许多细胞组成，细胞间要分工合作，才能表现生命现象。2. 多细胞植物的组成层次由小到大为细胞、组织、器官、个体。多细胞动物的组成层次由小到大为细胞、组织、器官、器官系统、个体。最后，让我们来脑力激荡一下吧。午餐便当的排骨肉、炒高丽菜、荷包蛋和白米饭，分别属于生物体的哪一个组成层次呢？如果你有答案，或者有想讨论的问题的话，欢迎留言在影片的下方。那我们说好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